大家好，我是量化西红柿。今天我们讲这个币安的减仓与平仓。那么在此之前也顺便提一句啊，就是之前有朋友跟我反馈啊，就是购买了教程之后，然后在云服务器部署这一块是吧？就是说按照我那个文档来操作，还是有些地方还是不是很明白啊，可能主要还是这个对 Linux 不是很熟悉。所以说我就专门录了一期视频啊，就是完整的演示了一遍怎么在这个 VPS 上部署我们的代码。已经付费的朋友啊，就可以到那个 Teachable 上面去，直接登录进去之后就可以看到那个视频啊。那个视频就完整的讲了这个 VPS 如何一步一步部署的。就是你可以先按照那个视频去操作啊。如果说你还是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到时候你再在那个电报群里面跟我提出来啊，到时候我们再来看是具体是什么问题。反正那个教程已经很详细了啊，每一步的操作我都演示出来了啊。那么这就额外提一句，那么今天我们就正式开始讲这个币安的减仓与平仓。上一次我们是讲了这个下指令止损单嘛，是吧？这一块我们都弄完了，然后就来讲这个减仓。那么这个减仓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其实它第一步是什么呢？我们来注释一下。第一步是我们要获取当前的持仓量，这个其实跟那个 OKS 那边是差不多的啊。也就是说减仓的话，我们首先肯定要知道我当前持仓量是多少嘛，是吧？那么这个这么写啊，先来定义一个接收的，它用这个，它有个这样的函数啊 ，account， 就是从这个里面啊，就可以提取到我们的那个当前的一个持仓量，然后我们可以用一个 for 循环去便利这个字典啊。然后它这个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啊。等一下我们建一个仓，然后我们去查一下，我们就知道了啊。或者我们先建一个仓吧，还是先来建一个仓啊，然后再给大家演示一下是怎么提取这些信息的，这样的话就更完整啊。直接运行它去建一个仓位。执行止损单也有啊，这个仓位就建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再去查啊。我们来查询一下当前的一些信息啊。再运行它，然后输出了很多信息是吧？然后我们主要看哪一个呢？我们先看一下它的这个字典结构啊，它主要在这个里面啊。然后这个里面它又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一个叫做
P 叫 positln-amt 啊，就是这个啊，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持仓数量，然后这个是标的是吧？也就是说这个标的当前的持仓数量，那都是0嘛是吧？那我们实际上现在建的仓位是这个 BTC 的嘛是吧？我们搜索一下 BTC， 你看一下 BTC， 这个是期权的啊，期货的。你看我们是这个标的，然后刚刚那个参数是这个啊 0.173， 我们来看一下是吧 0.173， 所以说我们就去查询这个啊，那么也就是这个循环，因为它全都是在这个字典里面嘛是吧，我们去循环这个，然后如果它的这个不等于0，给它转换一下啊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提取这个数量了啊，比如说这个你就直接提取这个参数出来就行了。那么这个呢，它实际上就是当前持仓数量啊。是吧？这个逻辑没问题吧？就首先是把这个东西全部查出来，然后我们去找这个它不等于0的，那就是我们当前持仓的这个标的了啊，然后再把它这个数量提出来。为什么这么操作就可以了？因为我之前讲过是吧？我们是一个账户操作一个标的。是吧？这个为什么要这么操作是吧？我之前讲了很多次了，我不再重复了啊。所以说你一个账户只操作一个标的，那你肯定是只有一个标的，它这个部位0，是不是？就是说如果你有持仓的话，它肯定只有一个标的啊，这个部位0啊。如果有2个这个部位0的，那就是说你肯定是操作了2个标的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这样提取就可以提取出来了啊。当然就是说你可以再保险一点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再加一个这个啊，再加一个条件，就是它的这个啊，其实加不加都无所谓啊，只要你严格遵守我刚才说的一个单账户操作，操作一个币种，它就不会有问题的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它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了，是不是啊？它不为0，而且它的这个标的等于我们正在操作这个标的，是不是？我们正在操作标的就是这个嘛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上面定义的，是不是？这2个条件都成立，那它肯定是这个啊。其实只写前面一部分也是可以的啊。那么查询到了，我们就给它退出来了啊，就不再接着往下循环了啊。然后我们就打印出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得到这个持仓数量啊。然后我们要什么呢？我们要来获取这个标的的精度信息啊，就是一些相关精度的，比如说它那个数量的小数点位，还有最小下单数量，这些我们都要提取到啊。先给它，那么这个也是这样啊，我们用一个变量来接收，然后它是，其实这个就是用这个一个 change info
来获取的啊。然后一个也是循环啊，去提取这个标的相关的。这个其实在讲这个新建仓位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，也是去获取这个操作标的的一些相关信息嘛，是吧？所以说我这里就不讲的那么细了啊，我直接把这个代码给写出来啊。然后它是在这个字典里面啊。然后把这一段给复制过来啊。其实这个跟原来那个讲建仓的时候是差不多的啊。也复制过来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，如果它是这个永续合约，然后是状态正在交易，然后它的这个计价单位是 USDT， 因为我们操作的是 BTC USDT 嘛，是吧？所以说这个计价单位肯定要是 USDT 的，不是 USDC 啊。然后它这个标的等于我们的这个标的，这样的话我们就提取它的这个值啊，就是小数位的个数。那么这个就是数量小数点位啊。然后我们还要获取一个东西啊，就把它复制过来吧。这个就是获取它的什么呢？最小下单数量。这个就等于它的最小下单数量啊。这个字典结构原来在讲这一部分的时候，我都讲过了，是吧？所以说我这边就不重复讲了啊，就怎么从这个函数里面提这些东西，是吧？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把需要的这个两个信息给提取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就要要重新来对这个数量做处理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我们要处理一下，等于什么呢？还是用那个45入的那个啊，不45入的这个，我们把这个数量给它精细化一下啊。然后这里减仓的话，我们默认减一半的数量啊，那就是那就是获取到的这个数量，我们去给它除以2，就是减半仓嘛。然后这个控制它的精度就是传这个啊，数量小数点位。我们可以来打印一下处理完之后的这个数量啊。然后我们就来，我们先看一下吧，好吧？把这个获取到的最小下单数量也打印出来。先来看一下这些信息啊。
看不太清楚，把这个先注释掉吧。那么第一个 print 就是获取到我们当前的持仓量是 0.173， 是不是 0.173，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最小下单数量，也就是说你每次下单你至少要下 0.001， 那你减仓的时候你也不能小于这个数嘛，是不是？就这个意思啊。然后第三个值就是我们处理过的，那么 0.173 除以2等于多少？我们来看一下啊， 0.173 除以2等于 0.0865， 是不是 0.0865？ 但是它限定了你这个下单的时候这个下单数量的精度的小数点位啊，你是只能够是3位，那么它就把后面这一位舍掉了啊，就变成了 0.086 啊，就这个意思，明白我的意思了吧？就是说你下这个数量是不行的啊，因为超过了它的那个数量精度的限制嘛，它的小数点后它只允许你有3位的啊。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是不是3位，好吧？这个我们是没打印嘛，是吧？可以打印一下，它应该是3位的。从它处理的结果来看，它应该是3位的啊。再运行一下，是吧？它是3位的啊。所以说它是3位的话，你去下成4位的话，它会报错的啊。所以说我们就用这个函数，是吧？对这个数量进行了处理，它就把后面那一位去掉了啊，并且它没有45入，是吧？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拿到了这个数量啊，然后其实我们就还要来做一个判断啊，就看起来好像很多余，是吧？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，它是不小于0的，是吧？首先就是说我们要对这个数量做一个处理啊，因为它如果是小于0，是吧？小于0的话，它就是做空啊，做空的时候它是小于0的，然后我们要把它进行转换啊，进行这个取绝对值，就是说如果这个数量小于0，如果这个数量小于0，那就是我们做空嘛。做空呢，我们就取绝对值把它转换成正数，因为我们下单的时候不能下成一个负数，是不是？然后其实还要来判断啊，如果这个数量它小于等于最小下单数量了，那就是什么？那我们就不操作啊。这个就是什么呢？可减仓数量太少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你如果减半仓，你的这个数量都已经小于刚刚这个，就减完之后啊，你已经小于 0.001 了， 0.001 了，那你就没什么好减的了，是吧？说明你的持仓量已经很少了，是不是？是吧？那么为什么用点等于呢？也是因为这样的话就太少了，即使你等于 0.001 啊，那也太少了，我觉得啊，就没必要去减了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就第一个，它如果等于的话，它虽然不会报错啊，但是数量太少，我们不减。如果它小于的话，那实际上你是下不了单的，它直接会报错的，因为你最小也要下这么多，你小于这么多了，那是不能下的嘛，是吧？然后做完这个判断之后啊，如果说这个条件不成立，就是说
没有出现可减仓数量太少嘛，是吧？那我们就开始去执行这个下单操作啊。那么这个下单操作的话，就是它实际上也是用这个 new order， 就是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些其实差不多的啊。然后这个 symbol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 symbol 啊，然后这个方向方向我们就要定义一下了啊。为什么要定义一下呢？因为这个币安它的方向是必须要大写的啊，所以说我们这里要定义一下，如果它等于 buy， 如果我们的做多方向是做多是吧？那么我们的减仓方向就是什么？就是卖啊，大写的卖。然后否则的话这个 side 这个方向就等于大写的买啊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因为这个方向我们在最上面已经定义了嘛，是吧？啊，这个逻辑没问题吧？做多，那么方向就是减仓；反过来做空，那减仓就是买，是不是？就这么个意思啊。然后方向就等于我们的这个方向啊。再然后就是这个类型啊，减仓的类型还是用这个 marked 啊，市价成交的方式。然后这个数量就等于我们的这个计算出来的这个数量啊，是等于这个数量啊。然后最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，这个一定要设置成 true。这个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仅减仓的意思啊，就是我这一笔我下这个订单，我是仅仅是减少仓位，而不是去反向开一个单啊。如果说你把这个设置成不等于 true 的话，比如说等于 false 是吧？那它就可能是什么呢？它就会变成你去做多的时候，你去减仓就变成了下一笔卖单了，还是下一笔做空单了啊？所以说这个一定要设置成 true 的啊。再然后我们去检查它这个订单是否成交，然后我们就把这个里面的把它的订单号啊，把它订单号传进去，然后去检查这个订单是否成交啊，就是我们的减仓是否完成的意思，就这个意思啊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啊，我们减仓试一下看一下啊，现在是0.173个 BTC 嘛，这个数量是这么多啊。然后我们刚刚计算来运行一下，它会显示这个计算数量。直接减仓啊，订单已成交，它应该是减了0.086啊，我们来看一下，还剩0.087，是不是？0.087和0.086相加，不就等于0.173吗？这样的话就减少了半仓，是不是？这个没问题吧，是吧？
0.086啊，减长了0.086啊，是仅减长啊。那么这是减半仓，也就是说，如果你想控制是吧？你说我只减30%，那你就控制这个参数就行了啊。除以2就是减半仓嘛，除以3那就是减30%，是不是？这样的话就减仓就完成了啊。还有时间，还有一点时间，那接着讲一下这个平仓的啊。那么平仓的话，其实跟这个差不多的啊。我们首先也是要去获取当前的持仓量的啊。所以这一段拿过来，这一段也拿过来啊。方向也都是需要的。获取到当前持仓量之后，然后来判断了，如果这个持仓量等于0了啊，等于0了，那就不操作了嘛啊。等于0了，你持仓量是0了，你还减什么？还平什么仓呢？就平不了了，是不是？如果它不等0的啊，然后再判断，如果它同样的啊，如果它小于0，反正你不管是减仓还是平仓是吧？你不能传一个负数进去啊，所以说这个都是要进行绝对值转换的啊。这个都是要进行绝对值转换的。然后我们就直接下单了嘛啊，然后下平仓单啊。然后它还是同样的这个参数啊，同样的这个函数啊 ，symbol 等于我们的这个 symbol 方向等于我们这里设定这个方向啊，同样平仓也是一样的嘛，都是反过来的嘛，是吧？做多那么平仓就是卖啊，做空那平仓就是买，是吧？然后这个 type 也是啊，等于这个 marked。然后这个数量等于我们获取到这个数量，同样的啊，这个也是仅减长啊，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啊。然后也是去检查这个订单是否成交啊，跟这个其实是一样的。那么同样的，就是我们这里都要休眠一下啊，比如说休眠个1秒钟啊。是吧？为什么要休眠？是吧？之前也是讲过的啊，就是你要给系统给平台一些反应时间啊。
然后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啊，平仓已经有了，直接平仓啊，看一下啊。目前的持仓数量是 0.087 是吧？我们平仓一下，执行完之后就仓位被平掉了啊。订单已成交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没有了是吧？啊，好，大家看到有问题了啊！你看，这个止盈止损单还在是吧？这就是我上一期说的啊。你这个仓位被平掉了，它这里还有啊，但是 OKS 好像就没有的。OKS 是你平掉之后这些都没有了啊，但是它这个好像它就不行啊。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，我们就要去再加一步操作啊。所以说这个币安的代码量要多一点啊。所以说我们要来上面增加一个方法啊。DEF 我们定义一个方法 ，cancel order。cancel order stop money， 也就是止盈止损单啊，就是这个就是什么呢？这个是专门用来撤销止盈止损单的啊。然后同样的啊，这个写法都是常规写法了啊，异常处理一定要做。然后这个里面怎么写呢？首先我们是要去获取啊，去获取当前的这个我们在操作的标的的一些订单啊，它有一个叫 get order， 然后就传入这个 symbol。这个标的就等于我们的这个标的啊，你看我们现在可以来查一下啊，它这个单子还在嘛？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是查得到的啊。那还有2个单子是不是？平掉了，它还有2个单子啊。然后大家看这个订单类型啊，这就是止盈止损的单子啊，这就止盈止损单子，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，看到了吗？是吧？这2个是不是跟我们这2个很相像啊？那是吧？就是它是止盈止损单，所以说我们就通过这个来区分啊。那么首先我们要判断啊，如果说我们首先我们要判断这个获取到的这个结果它的长度啊，它的长度不等于0，如果等于0的话，那就说明没有单子了啊，没有单子我们去循环提取的时候，它就会出错的是吧？啊，如果
它的这个字典里面的这个啊，等于它的类型等于这种，或者是它等于这个啊，是吧？其实这里我们可以简写一下啊，就是如果它这个类型是这两个中的任何一个，那就说明它是个指音直损单嘛，是吧？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跟一个 old C old O 吧，来获取它什么东西呢？获取它的订单号啊，这个实际上怎么？这个就是订单号啊，用一个列表来保存。这个是，比如说叫系统订单号吧。它还有一个啊，还有个叫用户自定义的订单号。为什么要取这两个呢？其实是这样啊，就是我看了必然的文档，它的文档里面写的是这两个你只需要传一个，而且你不能同时传两个。但是我之前在开发程序的时候啊，我发现我传一个的时候它报错啊，我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啊。后面我又去仔细的看了一下它那个撤单的这个 API 函数啊，我发现它自己里面自动会处理的。所以说我就为了就是为了保障它不出错，是吧？那么最保险的方式就是我把这两个都传进去，那反正那个 API 那个函数它自己会去处理的啊。所以我们这里的话，就是从最保险的角度出发，我就把两个都获取到啊，然后两个都传进去。这个我们也给它追加进去啊。然后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里面的old ID， 就是这个啊。还有一个，这个也给它添加进去啊。为什么用转换成整形呢？因为它传进去的时候，它必须说要传整形啊。因为你看这个 old ID， 它这个好像也是整形是吧？那反正我们为了安全的话，我们也都给它转换成整形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取它的这个用户自定义 ID 啊，就取这个。这样就是循环这个列表，然后把这个系统订单号和这个我们都提取到嘛，是吧？提取到了之后，然后我们来判断啊，只要这个不为空，是吧？只要这两个其实这里写一个就行了啊。只要它不为空，那就说明获取到了嘛，是吧？它获取到这个了，这个肯定也会有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两个里面我们写一个就行了啊。如果它不为空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去撤销订单，然后它有个叫做 cancel， 用这个啊
用批量撤单。为什么用批量撤单是吧？因为你这有很多个单子啊，是不是？你这已经大于一个了嘛。如果说你这里有很多个了，是不是？所以说我们是不能用单个去撤销订单那个函数，我们必须用批量撤销。所以说这里用这个批量撤销的函数啊。然后这个 symbol 就等于我们的这个 symbol 啊，然后 order id list order id 嘛，系统订单号啊，然后这个 list 就等于这个用户自定义订单号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订单给撤销掉了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啊。现在有2个订单啊，有2个指令止损单，我们给它撤销掉。来看一下啊，没有了是吧？这样的话就把这个指令止损单给撤掉了啊。所以说这里的话，我们就要加一步了啊，就是你平仓完之后是吧？你要再执行这一步，否则的话就是你这个单子你这个仓位已经平掉，但是它还在挂在这里的啊。这样的话，如果你下一次你又挂了个单子上去，然后刚好那个价格又在这个指令止损单附近，它就直接给你成交了啊。所以说这也是币安我觉得它不够完善的一点啊。你这个单子是你这个仓位应该平掉之后，你这个单子应该就不存在了啊。你还存在这里就没有意义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那行，那么今天我们就讲这个平仓、减仓和平仓啊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把整个的币安的交易模块的技术框架讲完了，是吧？那么到今天为止呢，我们把这个 OKX 的和币安的这个交易框架我们都讲完了，是吧？那么下一期的话，我们我看规划一下吧，可能是还是先讲一下那个技术信号部分的吧。因为交易框架我们基本上已经讲完了嘛，是吧？那么下一步我们讲那个技术指标那一部分。那行，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